如果天道是公正的、有慈悲的，为何会产生像陈志这样的大恶魔来祸害众生？首先，天道不仁，恶魔与时代伴生。我们必须理解天道是什么。在中国的哲学里，天道它不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格的神。道德经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不仁不是残忍，而是没有偏爱。天道它只负责平衡与规律，光明越盛，阴暗越深。在现代这个时代，网络、虚拟币、社交媒体空前发达，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阳气最旺的时代。而阳代表是光明、连接、速度、虚拟的繁荣。根据阴阳平衡的铁律，当阳膨胀到极致时，它的阴，也就是阴暗之面，也必然会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规模滋生出来。这个阴就是虚拟的欺诈、暗网的交易和人性的贪婪，而陈志就是这个时代阴影的产物。所以天道并没有创造它，而是这个阳盛的时代催生了它这样一个阴极的命盘来应劫。它不是原因，它是这个时代的结果，它是我们这个网络繁荣时代投下的最黑暗的那个影子。第二，模考非罚是来考验谁？陈志他是不是来惩罚那些所谓的善良之人的？不，如果我们仔细看杀猪盘和这个投资诈骗的逻辑，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陈志的恶他能够成功，靠的不是对方的善良，而是靠对方的贪与吃。陈志的命外在财坏印，这是贪婪战胜了理性，战胜了理智，战胜了良知；而受害者的命也是财坏印，对贪图暴利的妄念，对白富美、高富帅的痴心，战胜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基本理智，也就是印。这并不是恶魔惩罚善良，这是一个大的贪婪，也就是陈志所代表的罪恶集团，去收割无数个小的贪婪，也就是受害者。这就是那些搞杀猪盘的马仔们，他们心里的天平砝码，他们觉得这些被骗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心安理得，没有任何的愧疚之感。所以天道降下此等模考，不是为了惩罚谁，他是用一个最极端的空，也就是陈志命盘中的凤凰结局，来考验和警示世人，所有建立在贪字上面的虚拟繁荣，最终的结局都必然是一场空。第三，为何恶仍在继续？陈志虽然倒了，但是电闸园区仍然遍地开花，因为陈志它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病根。病根是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浮躁、虚拟和人性的贪欲。所以只要病根还在，就算拔掉了陈志这棵最大的毒草，土壤里面还是会长出李治、王治、张治等等等。东南亚倒了，还有中东，还有非洲，还有南美洲都会起来。天道的平衡逻辑就是，只要阳，也就是虚拟经济、报复神话还在疯狂的膨胀、疯狂的滋长，那么它阴的一面，也就是诈骗园区，就会永远有它生存的空间。言语天道的慈悲警钟，那么天道究竟为何如此安排？它的慈悲又在哪里？我认为天道它最大的慈悲就是让它败，而且是以150亿美元这样一种震动全球的方式让它轰然倒塌。如果天道不慈悲，他会让陈志成功一辈子，让这个恶成为真理，那才是对人道最大的毁灭。所以他允许这个恶在特定的土壤柬埔寨和这个特定的时运即有雾盛大运下疯狂的生长到极致，长到几百亿美元这么大的体量，大到让全世界都无法忽视。然而在以4年丙戌月的水火激战空亡田时的一瞬间，让它灰飞烟灭。天道他用陈志这样一个样本，给这个无造时代的所有人敲响了一记最响亮的警钟。这记警钟在告诉世人，所有违背印，也就是良知和智慧，只追求财、贪婪和妄念的人生，无论他曾经多么辉煌，最终都只是命盘上那个冰冷的空王而已。这也许就是天道不仁背后那最深沉的慈悲吧。谢谢大家。以火之言，照明之玄。视频篇幅有限，一些观点无法尽述，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品言之玄”，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情感困惑、健康生活、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全网同号“品言之玄”。谢谢大家。